宝贝睡着了？好不容易把他哄睡着了。哎，珊珊，你还在这儿啊？啊？难道今天晚上住这儿啦？我一会儿送他回去。嗯。哎呀，哥，你也太没情趣了。哎呀，别闹了！我来是跟你们汇报郑琪和丽叔的好消息的。说完我就回家啦。丽叔跟郑琪啊？我下午去书店跟丽叔说郑琪要回美国了，还把他一直劝到了郑琪家的楼下，眼看着他进去我才离开的。我敢打包票，这次郑琪不但不会离开，说不定还会跟丽叔复合。哎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可真的是风腾集团的大功臣，丽叔和郑琪的大媒人呐。薛珊珊，你可真骄傲啊！必须的。哎，如果丽叔跟郑琪真好了的话，珊珊你可真是我们封家的大功臣。珊珊，我挺你，加油哦！丽叔，你怎么了？这怎么了？不会是吵架了吧？可能啊，下午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我去看一下。齐叔，快接电话呀！快接我电话！怎么不接电话呀？怎么都不接电话呀？哎呀！回的该，这不是丽叔之前找的那个吗？是什么呀？
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为什么？风腾，我觉得特别辛苦，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必须把对你的感情画上句号。好。再见，风腾。珊珊。珊珊，你不能走，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都看到了。我承认我喜欢风腾。刚才那个吻是我主动的，我承认。我喜欢风腾很久了，12年，甚至更久。你打我，珊珊，你用力的打我，你打我呀！但是你必须听我把事讲完，好吗？我不想听，你们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是，我是骗子，我是骗了你。那是因为风腾不喜欢我，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是我一直想把他从你的身边抢走。刚才那个吻也是我主动的，但是风腾没有骗你。珊珊，对不起。你跟我说过，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要看你做了什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刚刚是在做什么？珊珊，那个吻是我主动的，对风腾来说真的不代表什么。我只是在跟风腾告别。珊珊，你听我说，你可以不相信袁丽书，但是请一定要相信我，我跟魏丽书真的没有什么，就像妹妹一样，你知道吗？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原来你们联合起来骗我，这算什么呀？啊，这算是有钱人的恶趣味吗？啊！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有现在这样的反应，才没有告诉你。你懂吗？你真的不相信我吗？珊珊，我跟风腾真的没有什么。我不想再听你们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话了。你们全部，一个吻不代表什么，你自称风太太不代表什么。你呢？你让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住在家里面，在我面前，在你身边不停地打转，也不代表什么吗？我呢？我代表什么呀？我告诉过你，
只要你有别人，只要你告诉我一声，我会潇洒的转身就走。珊珊，别走。风腾，你曾经跟我说，我们试试吧。我现在明白什么是试试了。心好痛。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精心的陪着你。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一般都会配合我。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你说我们两个都霸道又好胜，从小打打闹闹惯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能配得上大老板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蔓延。当你觉得害怕，有我挡在面前。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有些情侣因为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像情人节一样。珊珊，晚安。我跟你说，在这个大楼里面，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在大楼外，我们是男女朋友。我风腾有女朋友，为什么要针对你？因为在你男朋友周围会有很多你所谓的情敌，但是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我对你有多好，我有多爱你。风腾，我相信你。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一直默默守在身边。风腾，多给我几天时间，我许下了诺言，让我冷静一下。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
不听双遗言，吃亏在眼前。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个原理书就是有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真的，袁丽书单恋风腾而已。这可是经验之谈。我告诉你，我当时发现尤承浩偷吃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些女人，可不像袁丽书那样那么有良知，这可是一个比一个还不客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才是尤承浩的真命天女，所以啊，这依照袁丽书的个性，如果他要是真的跟风腾有什么，他现在怎么会对你这么低声下气啊？这个原理书，它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狐狸精。我跟你说，就是因为珊珊发现他跟风腾的，所以他才低声下气的。这一路他用的心机还少啊！真不是东西，这种人绝对不能原谅。哎，下次我跟你说啊，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小说里，我就写。不能给他起那么好听的名字，撑死了叫个袁大头，啊，然后呢，让他从500米高的悬崖掉下去，然后时速200公里的车碾过去，啊，然后再被她男朋友抛弃，然后她爸妈都不理她了，谁都不理她了。不哭了，不过你想想，如果要是按柳柳说的那样，你现在跟风腾分手了。那不正合了那原理书的意啦？秘书能这么做，都是因为风腾给了他机会。风腾瞒了我这么久，让我自己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那倒也是，而且，看样子这袁丽书和风家的关系，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也许，就算风腾以后结婚了。他老婆也得包容这个喜欢自己老公的妹妹吧？珊珊，这点你应该受不了吧？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们亲吻的画面，烦死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就像你自己说的。潇洒的掉头走。丽书，你非得这样吗？风月，我已经没有脸再待下去了。哎，10几年了啊，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事情就逃，逃到角落里，伤口就好了。我这次没有打算逃，我以后都不会再回老寨了。丽书，我跟风腾把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我该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我本来就不属于老寨，我妈活着的时候，也希望我能离开这儿，有我自己的归属。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就算没有珊珊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我本来也打算搬出去的。风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是姐妹就别这么说，照顾好自己啊。
我可以进去喝2杯吗？你不是喜欢喝啤酒吗？怎么改喝 whisky 了？因为有个女人跟我说，她觉得喝 whisky 的男人很有品味，所以我就试试。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进不了那个女人的心里，因为她喜欢的人是我最好的哥们儿。郑洁，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说对不起或者抱歉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那是于事无补的事情。自从爷爷去世以后，我没有流过半滴眼泪，因为我知道流眼泪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很多问题，解决集团之间的问题，解决和董事之间的问题，这些都是我该做的。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为了解决很多问题，你的确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你也不能念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其实作为你哥们儿，我觉得我应该体谅你，不应该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对不起。那兄弟，我自罚一杯。怎么了？感觉你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样，有心事啊？珊珊她跟我说分手了。刚才看着她那个样子，我的心好痛。郑洁，你和珊珊是不是都觉得我背叛你们了？你知道，如果丽叔她不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一样，我会像拒绝其他女孩一样去拒绝她。如果今天这个产品是我凤腾自己的，我一定会和兄弟你一起并肩去打这场官司。我知道，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过程可能不太好罢了。但是作为封家的长子，你拥有了很多，事情的好坏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你承受的要比常人多的很多很多，包括承受孤单。是啊，其实我好孤单，
真的很孤单。威士忌太烈了，我去看看有没有啤酒。干嘛去啊？你不会上班去吧？我去办离职。离职？珊珊，跟我们走一趟。啊？可是我要去上班哎。不用了，我跟你们财务部打过招呼了，请你3天假。哎，你们如果你们是来当说客的，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赢了，给钱。哎，你们居然拿我的辞职打赌！珊珊，我没想到你这么笨呐，亏你还是个当会计的，账都算不来。哎呀，哎，你们2位老总级别的人在这里阻止一个助理辞职，是不是有点太看重我了呀？公私不分。你才公私不分吧？一大早我就问过科长了，现在公司人手挺紧张的。你吧，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可是很多事都上手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在这个关键时候，因为失恋就要辞职，你说谁公私不分啊？你不是也要辞职吗？凭什么说我呀？对啊，郑琪，你不能辞职啊，你得好好干，做个榜样。不是，怎么说到我这儿来了？那我离职，我是为了集团，你呢？那你离职是为了儿女情长，能一样吗？这境界都不一样。我告诉你，薛珊珊，没有任何规定说职场女性必须靠自己的感情生活来决定自己的工作生涯，傻不傻呀？是啊，为什么每次办公室恋情告吹走的都是女孩呢？好不公平。可是我的对象不是别人，是大老板。而且珊珊，你现在离职，相当不划算呐。你想想，还有2个月就发年终奖了，你要是现在走了，钱不就没了？对呀，差点忘了年终奖了。但是现在不是想年终奖的时候，让我每天进那大楼工作，实在是太为难我了。为难？那我们来算一算，怎样更为难吧？你想想啊，你要离开了风腾，上哪儿找月薪这么高的助理工作啊？好，就算有，那年资得重新算吧，搞不好年底连个红包都没有。还有，万一你要没找到工作怎么办？你的生活费怎么解决？房租、生活费、水费、电费一个都不能少。到时候你看怎样更为难？啊，的确很有道理。再说了，这都年底了，你是准备卷铺盖打包回家吗？那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你离职的原因呢？好，那年终前我暂时不提辞呈，但是我要向2位老总坦诚交代，这段时间我还是继续会积极找工作的。等你找着工作了，咱们再说吧。但是，哎，我也有一个要求。100个都行，说吧。
好，从今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封腾的事儿，也不要再因为封腾跟我这么热络，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助理，一个小小的助理就行了。这样，我也不用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了。小助理，帮我们把单买了啊！走，上班去。行，别迟到啊！哎，你们真是说到做到啊！喂，兄弟，我人已经帮你留到年底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啊。走。老板娘，要一碗牛肉面。好，等一下啊，马上来。哎，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男朋友没来？啊，恐怕以后。
喂，妈。珊珊，吃饭了没有啊？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吃过了，我都挺好的，就是有点忙。家里呢？家里怎么样啊？爷爷身体好吗？家里都挺好的。哦，前几天啊，我们用你寄回来的钱呢，给家里买了一台3合1的暖气。哎呦，现在可舒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脚底再也不觉得凉了。这几天呢，天气变凉了，爷爷还说呢，哎呀，幸亏我们珊珊挣钱了。那就好，那就好。妈，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该花的就花，别省着了。我都出来工作了，你这小姨缺什么，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啊，知道知道，我们家珊珊长大了，啊，妈呢就希望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的自己照顾好自己，知道吗？我知道了。那妈，我去工作了，回头再跟你聊啊。拜拜。薛珊珊，你要振作。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风腾而已，还有更多的人爱着你，更需要你的关心跟照顾。周末好啊，珊珊。周末好。今天来那么早，你男朋友送你来的？唉，想不到出了公司，还得提到风腾。阿佳，薛珊珊今天又没来上班啊？珊珊今天请假了。朱小薇，喂，薛珊珊，你今天为什么请假？我那个我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办公室这么忙，一点小病小痛就请假，大家都不用上班啦。我不管你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还是真的身你不舒服。总而言之，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等一下下午来上班。哦，好，我知道了。小薇说的是，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我也应该振作点才对。哎，小薇是怎么知道我失恋的事情的？琳达告诉她的。完了，是不是全公司的人也都知道了？请问大老板，特地把我们叫上来是有什么事吗？现在员工餐每天的预算是多少？
报告大老板，一餐大约是在8块钱左右。菜色呢？基本上要看当季的食材，大约1周更换一次菜单。这样，从明天开始，每一个人的预算帮我升到12块钱，中西式都要有，而且每一天的菜单我要亲自过目。是。好的，谢谢你们。哇，今天的菜好丰富哎！有红烧排骨，还有红烧鸡翅，都是我的私房菜。谢谢。今天菜色好好，是不是公司发大财了？我跟你说，我看公告，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菜式啊！真的。是不是公司的新手机上市了，股票上涨了？怎么可能？哎，你想啊，齐帅侵权争议还没有结束呢，股票可观呢。难道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珊珊，大老板那边有没有说什么？没有。显然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分手的事儿。虽然少了八卦的烦恼，但是老问我风腾的事儿也挺闷的呀。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好像都习惯我跟风腾在一起了，感觉外界对我们没什么阻力了。唉，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们分手了。小薇，谢谢你打电话给我。你放心，至少在年终之前，我都会努力完成工作的。年终前？过年以后，我也许会换工作，所以分手的事情，请帮我保密，至少在这段时间吧。薛珊珊，你毕业也有1年多了吧？出了社会呢，就要记得公私分明，别把这里还当成学校。上班时间还嚷嚷自己失恋啦，要换工作啦，这样的个人私事真的很影响专业。人这一辈子呢，换几个工作，谈几场恋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别搞得天大了不起。往后我可不希望在办公室里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把重点放在工作上吧。小薇这个人虽然高傲了点，但专业态度实在是很值得学习。薛珊珊，记住了，以后在职场上可得更专业一点。大老板，凯瑞刚刚发过来的，碧娜公司一知道我们有意和解，提高了2倍的赔偿金。打电话给 Carrie， 听着他吧。是。我早跟你说过了，比娜是个贪得无厌的公司，你跟这种人事出善意，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可你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Carrie 吗？Carrie， 听着谈判。你在美国按兵不动，等我们过去。从现在开始准备好，全力备战。
但是这种事儿你不能亲自出马。我当然不会去见他们，但是我要亲自去说服福尔特公司，这样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行，我跟你一起去见他们。这是这个月的加餐费，如果薛小姐过来，帮我给她多加几块肉吧。好的，好的。不过你怎么不跟薛小姐一起过来呢？我最近比较忙，过一阵子。哦，那好吧，有空跟薛小姐一起来啊。多谢你。不客气。珊珊最近好吗？还好。既然都分手了，何必还在背地里关心他？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分手。你既然对珊珊是认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坦白袁律师喜欢你啊？其实我也是刚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你既不希望珊珊受伤，也不想袁律师难过。可以这么说。唉，男人啊，优柔寡断，两边都不想得罪，到最后呢，往往最受伤害的是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封家是个大家庭，虽然姓封的只有我和风月，但像丽叔和王叔，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我把丽叔当成一辈子的好妹妹，我不想逃避她，更不想伤害她。但是我没想到，最后让珊珊受到伤害。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但毕竟珊珊她不是我，她对爱情还是很有憧憬的，所以她那么难过，我相信你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了，等她自己想清楚了，你就有机会跟她解释清楚了。明天出国，你一个人好好保重。又要出国了呀？要出国传短信给我，却直接要找丽叔，这还不够明显吗？说不定你们根本就是要一起出国。风腾，你这个大骗子，太过分了！哼！我听风月说，他租给你一间公寓。哦，租金算我很便宜，是个好房东。但是没事要多回老宅。你知道我这个妹妹了，她最爱跟你聊天。你总是这样，总是对我这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了，
我跟郑琪明天要去美国，他要和你说吗？李叔，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曾经方毅经常说，我们的家世相差悬殊，所以你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想要证明自己。但是我想要跟你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即使没有上海市最美文化人的头衔，你也是一个好女孩。我觉得女孩子其实真的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太完美，也一样值得被爱。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呢？不是跟我在一起才能够证明你值得被爱，你值得被爱，也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恋爱最重要的是相处，不是比赛，也不需要较劲。比赛会让人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忘掉幸福的感觉了。这就是你跟薛珊珊在一块儿的原因吧？不用较劲，也不用比赛，只有纯粹的幸福。对。轻松一点。你知道你跟郑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没有放下姿态来爱。李叔，如果你真正爱这个人的话，就抛开一切，把你的爱轻轻松松的给他，他会感受到。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我的家人。祝你幸福。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让自己幸福的。我刚刚跟你说完让你放轻松一点，你这么努力，幸福都被你吓跑了。其实你应该去找郑琪。等你们从美国回来吧。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多话需要好好聊一下。所以你就把橱窗给砸了？砸了，解气了？一点点吧。我看见风腾进那个书店，我就一肚子气。人家去的是书店，又不是去酒店，人家能干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给风腾回个短信了？你就问问他，丽叔是不是也去？我为什么要问呀？不敢问啊，怕知道答案。既然都已经分手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糟啊？回短信啊！什么？说。老婆，你先别生气，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什么普通朋友啊？写着呢，你什么时候上线？我想你这是普通朋友。我们就是一起玩游戏的战友。战友？你跟我以前还是战友呢，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吗？你什么意思吧你？你先别生气。那个之前我不是让你跟我一起玩那个英雄联盟，你又不玩，你现在又怪我。反正就是不行，你现在给他删了。啊！快点！我删。好了吧？然后呢？我再也不跟他玩了，我也不玩那游戏了，好不好？你发誓。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玩那个游戏了，好吗？快！哎，你说双怡这个梦幻小说家怎么发起火来，比那个什么还恐怖啊？
人家双姨的脾气是凶，可人家多在乎杜凡啊。你呢？你考虑过人家风腾的感受吗？你真的在乎他吗？薛珊珊，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得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你这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你就决定和人家分手。你呀，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你就想着逃避，你得勇敢的面对，得解决问题，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我当然在乎风腾，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像双姨一样河东狮吼，也没有办法像袁丽书那样耍心机。但是，非得那样才叫做在乎吗？丽书，所以丽书真的没有跟风腾出国。小薇跟丽书，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大老板都给你办副卡了，你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心酸呢？就是，吃饭吧，吃饭吧。一定是周小薇说的，有没有办卡？徐珊珊，你是不是把参会和董事会的衣服穿反了？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等一下下午来上班。是啊，小薇这样的事情未必琳达都知道，不可能是琳达跟她说了什么。袁丽书从耶鲁转学之后去了芝加哥大学，所以跟小薇同一所学校。可是小薇念的是研究所啊，时间不对啊。珊珊啊，你把上一期的报表给我拿过来。哦，好。谢谢。小薇，我能请你喝点东西吗？那天我经过这里，看到你跟丽书一起喝咖啡，就在这里，同样的位子上。走。所以你跟丽书早就已经认识了。我们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上海校友会上认识的。所以，你公司那些八卦，还有丽书做那些让我出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都是你们两个计划好的。你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有那么闲吗？整天没事就聚在一起，想着要怎么整你？你还说没有？那董事会参会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你敢说你不知道吗？还有风腾给我副卡的事情，我明明都没有跟大家说过，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呢？其实都是你散布出去的吧？徐珊珊，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吗？当然重要啦！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别人会很受伤的。可我们也没有散播谣言啊，说的全是事实。
就算你说的是事实，那这些事情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啊！你们说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薛珊珊，你以为你爱上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极品，是全世界女人都想要的男人。不过是一张副卡，一场残酷的捉弄，就让你这么受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值得让全世界女人都闭嘴，让你好好跟风腾在一起，不受打扰的？嗯？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配。少妄自菲薄了。风腾身边就算出现再完美的女人，在其他女人看来，还是会觉得她们不配。老实说，一开始我也对风腾有兴趣，可是他对我没兴趣，所以我知其所退了。他说白了，就算今天是袁丽书真的和风腾在一起，我也觉得他们不配。你跟丽书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呀？那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呢？那我倒想问你了 ，Why not？ 难道你觉得灰姑娘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才和王子在一起的吗？周小薇很残忍，但是倒很中肯。跟风腾在一起，其他女孩怎么会甘心地保持距离并给予祝福呢？你呀，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你就想着逃避，你得勇敢的面对，得解决问题，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其实，是我打心底还是觉得跟风腾不配，所以当丽书这样的对手出现的时候，我就不战而逃了。后天回国，希望你一切都好。如果要跟风腾在一起，就得有心理准备，会有10个、100个、1000个像丽书、小薇这样的女孩，随时虎视眈眈。啊，我有那种能耐吗？做女人真麻烦。宝宝，去吃饭了啊！走，吃饭去吧。哎，走，吃饭。哎，珊珊，一起吃饭。啊，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啊？那给你带点什么吧。啊，不用，不用了。那好，我们走了啊，拜拜。珊珊，没事吧？啊，没事。那没事，我先走了。哎，大老板就快回来了，你怎么脸色还这么差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吧。哦，哎，我记得你原先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呀。哎，你要不要请假回去休息一下呀？不用，反正也快下班了。丽书，你怎么来了？
我让郑琦和律师团留在美国和宾大周旋。哦，跟律师团队啊？我们的律师团队已经换成富尔特了，艾瑞昨天就回国了。嗨，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我就是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想多说2句。西西说了，我才想起来，之前生理期来了也没这么痛过呀。难道是失恋影响心情？不行了，不行！哎呀，姑娘，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啊，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呀？啊，哎呀，你流血了！血型检查了吧？准备输血。是 AD 型 RH 阴性血。那跟家属联系了没有？患者失血过多会很危险的，马上进手术房。是。喂，你好，哪位？喂，你好，薛珊珊小姐现在在我们医院住院。在什么地方？真是急死人了！哎呀，你说我哥干嘛非得让你来接我呀？我自个儿开车去，说不定都到了呢。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赶不得。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也是熊猫血，万一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可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嘛，献血可是慢不得的。哎呀，我的风大小姐，你就安静一下，让我专心开车行不行？哎，风月，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血型互动会，我想国内也是应该有的。你赶紧上网查一下，看国内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发文求救。啊！喂，周小薇吗？我是风特。哥，珊珊呢？在手术吗？刚进去。薛小姐是因为子宫息肉破裂大量出血，只要开刀把息肉取出就没有大碍。不过因为薛小姐的血型特别，之前又大量出血，这才是目前最大的风险。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去抽血。好，那我先去准备了。老板，周小薇来了。多谢你愿意过来帮忙。老板，要我先说明我这次的条件吗？你说。RH 阴性血型是，请跟着护士走。请跟我来。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没事，这算大家的缘分。没事。小薇，你怎么来了？大老板给我打了电话。啊，那我先替珊珊谢谢你啊。啊，那就麻烦你了。压好了你。珊珊怎么样了？她身上的麻药还在退，刚刚迷迷糊糊的醒来，现在又睡着了。不过手术很顺利。那就好，幸好珊珊把挂牌带在身上，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谢谢你啊，风腾。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你跟薛爸薛妈说了吗？哎，还没呢，不知道怎么开口呢。我建议不要说了，不要让他们担心。你们放心好了，珊珊会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样也好，要不然，京东他们老人家又像上次一样，一票人来上海，反而会影响珊珊的休息。这样吧，我下班以后就来照顾珊珊。嗯，那行，反正我在哪儿都能写稿，那白天我来陪他。我可以有个不情之请吧，你们可以随时来看他，但是我想亲自照顾他。大老板，你下个星期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取消了，重要的会议已经交代严总他们了，开会也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等一下过来吗？不用，这里有我。大老板还需要什么吗？需要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吗？不用了，这里坐车很方便的。我们想等珊珊醒了再走。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的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看来啊，风腾对珊珊还真有心。哎，你说以前他跟丽叔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误会他了？是你误会他了吧？我早就说了，我一直都相信风腾不喜欢袁丽叔的。行，就我误会他，你没误会，行了吧？真是。哎呀，不过风腾对珊珊这么有心，珊珊也该原谅他了，回到他身边了啊。应该是吧？你说这患难见真情，况且风腾现在放下所有的事情，全心全意的照顾他，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了。而且啊，没有一定感情基础，还做不到这样。之前我是觉得风腾不是一个花心的人，但是没想到他对珊珊这么用心，嘿嘿，我可替他高兴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有一天会不会我们家珊珊变成了风太太？啊，大作家，你就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啦。我是替他高兴。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别害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是我不好啊，丽叔的事情我一直瞒着你，但是我不想让你不开心。你知道我把丽叔当成家人一样，我不想去躲着他，我也不想伤害他，但是却伤害到你。你知道我喜欢的是简单、干净的薛珊珊。我一直想要把你保护得好好的，但是我身边却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我却没有给你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也是我的不对。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这段时间，你也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我们之间的问题。珊珊，如果我们要在一起，就要共同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还想跟我继续走下去，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点，就是在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保护你的人之前，把这个一直带在身上，让他去守护你。风腾，怎么了？我想回到老家。好，我帮你安排。再睡一会儿吧。请进。珊珊，丽叔，你坐吧。啊。那个，我给你拿了点鸡汤，你记得趁热喝啊。谢谢。啊。丽叔，如果你是来跟我道歉的话，就不用了。我接受你之前的道歉。我其实之前还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我听小薇说你都知道了是吧？我知道我自己不可原谅，我也没指望你能原谅我。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跟你道歉。对不起啊，珊珊。其实现在想想，如果没有董事会那次出丑，可能还没有人会记得我是风腾的女朋友呢。所以你不生我气了？你真的原谅我了？真的。哎，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那么骄傲。说起来，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只是我可能比别人幸运一点，从小能在封家长大。要不是封家对我一视同仁，我大概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更别说开书店了。有可能我现在就上一个普通的大学，找一个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凡不能再平凡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么自我感觉良好。李叔，我也要向你道歉。那天也是我太冲动了。
珊珊，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话可能感觉怪怪的，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你跟风腾复合吧。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跟风腾能有个好结果。再说吧，总之，不管我们有没有结果，李叔都不会是你的原因。哎呀，我都在医院待这么久了，你就别扶着我了，我自己能走。哎呀，你难得生一回病，就给我一次照顾你的机会嘛。好吧，桃姐，这是我的吧？谢谢啊。哎，说下手机的晚了，走吧。哎，等会儿，那个住院费是多少啊？哎呀，这你就不用担心了，风腾都弄好了。那个小张在外面等着呢，然后我们快走吧。就是啊，走吧。进风腾已经满1年了，时间过得好快，人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艰难了？伤口愈合得很好，食欲怎么样？还不错。那就好。我们医院这里呢，有些术后照顾的文件要请家属过目。现在是不是请2位跟我到柜台去拿一下？好的。你先休息啊。刚刚医生直接对风腾说家属，听起来真顺耳。薛小姐子宫内息肉送检是良性的，这点你们2个可以放心。不过这类型手术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会导致不孕。所以，珊珊以后不能怀孕了是吗？也不是每一个患者都会有这样的后遗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醒你们术后照顾的重要。只要照顾得好，几年以后有孩子的患者还是大有人在。这样，我现在找护士给你们整理一份关于术后照护的手册，好不好？谢谢啊。不客气。多谢。风腾，如果珊珊以后真的不能……不会的。刚医生不是说了吗？只要照顾得好，还是有很多人可以怀孕。珊珊一定会是很多人当中的一个。聊聊，这个事情先不要告诉珊珊，还有你们家里人，我不想他们烦恼。知道了。虽然我还没认真的想过怀孕的问题，但要是这辈子都不能生的话，风腾他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应该说，我能跟风腾在一起吗？薛珊珊小姐在吗？啊，来了。哎，薛小姐是吗？啊。哎，这边有您的包裹，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边签收。谢谢啊。风月。风小姐的药贴上还附着药单呢，我打电话到车站旁的中药行问了才知道，全是上等的中药，
他可真有心啊！来，赶紧趁热喝了吧。哎，我说你也真是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啊，就这么蹦的一下回来才告诉我。你是想把你妈给吓死？妈，您看我这一回来，您每隔1个小时就骂我一次，差不多了。怕我骂是吧？那赶紧把身体养好喽，快点喝啊。妈，你说，如果你跟爸结婚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能生小孩，那你觉得爸还会娶你吗？我刚刚呢也顺便问了一下中医师你这病的情况，珊珊没事的，妈相信你能怀上孩子的啊。你都知道了？我是你妈妈，你的身体出了状况，我当然要问个究竟才行哦。你们年轻人思想自由，你想啊，如果有一个男的，他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想要娶你的话，那你愿意嫁吗？当然不愿意了。就是啊，那你还担心什么呢？2个人在一起，不管有没有孩子，最要紧的呢就是好好的过日子，是吧？当然，能有个孩子那是最好的了。如果真没有的话，2个人在一起，只要能好好的过日子，做伴，不是也挺好的吗？再说了，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就像你离家工作了以后，还不是只剩下我和你爸爸2个人啊，整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如果当初只是为了生下你，那我们现在不是要痛苦死了吗？妈，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多回家，回来陪陪你们。哎，你呀，把自己照顾好了，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啊。好了好了，别想这么多了，反正你现在还没对象呢，啊，先把身体养好了啊。来，赶紧把药喝了，我呢先去做饭了。今天可是有你爱吃的东西啊，是吗？妈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的对象不是别人，是风腾。风腾家又不是一般家庭，而且他又是独子，这些道理到了他们家还能是道理吗？哎，我说啊，自从你住了院以后，你这一天到晚多愁善感，怎么了？生场病吓着了？哼哼，是啊。哎，吓着也挺好。我跟你讲啊，人这一辈子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要吓着了呢，就得知道珍惜现在，感谢当下。说真的，跟风腾和好呗。你被收买啦？我被收买了？我有那么便宜吗？我是为你想。哎，你别玩了，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原来真还没这么想，现在我觉得风腾对你是真的。你没看他这次在病床上的表现，反正我特感动。他过来跟柳柳说要亲自照顾你。哎，他风腾什么人啊？他风腾是风腾集团的老板，他可以雇人照顾你，他没有，他自己照顾你。你还求什么？反正我告诉你，过了这村没这店儿。我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好好想想。你想什么呀？就因为这次生病，我才发现风腾对我有多认真，所以我才要好好想一想啊。如果继续交往下去的话，要是3年5年了，还是没有结婚，还是得分手，那为什么不现在就结束呢？长痛不如短痛。怎么就不能结婚了呢？啊？因为恋爱是一回事儿，结婚又是一回事儿啊，两性专家。哎，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对不对？你怕风腾身边哪天再出现一个优秀的女孩，风腾会觉得你当不起风太太，你担心呗。但我跟你讲，爱情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你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哎，
那歌怎么唱来着？我们都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哎，这不是你买的那个什么酱吗？哎，带的雨都是我妈带的。真的？你看的啥？这个我爱吃。那送给你了。真的？谢谢。珊珊，快喝口水。小心烫啊。谢谢。这啥呢？我这不打开看呢。王叔，你怎么来了？谢小姐，我听说你刚出院，特地给你送了一些药材。王叔，谢谢你啊！快请进，请进。不了，你刚到家还是要多休息休息，我就不唠叨了。另外，封先生给你请了一位钟点看护，以后啊，每天早晚给你熬药煮饭。不用了，熬药这点小事儿我还是会的。哎，这是封先生特地交代的。那好吧，那我就不为难王叔了。回头我自己跟凤腾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再见。再见，王叔。你赶紧收拾啊！哎，这样吃还是挺好的。对，橄榄菜你不也爱吃吗？是不是之前我们家都吃这个？对呀。这个王叔是个算命的半仙吧？怎么我前脚刚进家门，后脚他就把药送过来了？哟，王叔会算命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给我算了，啥时候能结婚呗？哎，他是什么紫薇还是八卦？陆双姨，八卦是你的专长吧？是不是我每天喝几口水，吃几粒米，你都向封腾汇报了啊？我真的冤枉，没有，人家封腾大老板，我怎么可能跟人家联系？他，就是他。我，坦白从宽，快！一定是尤承浩。你想啊，他那么爱巴结封腾，肯定是他说的。对，肯定是他，一定是他，必须是他。珊珊，你累了吧？今天折腾一天了。你快去休息吧，这个药呢，双姨会替你煎的。好，我先走，我先去吧，好好休息啊。这药怎么煎呢？今天起我调到投资部了，以后大家就在不同的楼层，好好加油吧，拜拜。拜拜。哎，小薇为什么会调到投资部啊？那应该叫升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手术那天，小薇赶去医院献完血之后，人事部命令就下来了。对啊，小薇也献血给我了。对啊，你跟小薇不都熊猫血吗？哎，对了，我想这应该是大老板的意思吧？升职肯定是他献血的条件，早就知道他对投资部感兴趣，肯定不会只做一个财务专员的。对，原来小薇也有献血给我，虽然说是条件，不过依小薇的能力，其实升职是迟早的事儿。她只是不习惯别人觉得她是个善良的好人吧。不管怎么说，还是我们珊珊比较厉害，直接攻顶了。攻什么顶啊？好，别开我玩笑，你们赶紧去工作吧啊！哎呀，去快去，一会儿科长要骂人了。看来封腾还是没让大家知道我们刚分手的事情，是为了保护我，不让人闲言碎语，还是在等我？哎，珊珊，终于找到你了。来，这是大老板交代的中药，
吃完饭以后要赶紧喝啊。要趁热啊。那个阿妹，谢谢你给我送中药，要不然你过来跟我们吃吃饭吧。对，来，有空位置。哎呀，你就别客气了，反正我以前也不是常常给你送吗？而且我现在在减肥，所以也就不打扰你们吃饭啦。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哇塞，这么瘦还减肥，哎呀，真不懂。不是吧？蟋蟀要离开风腾？你看，美国柴瑞手机公司宣布，将以重金挖角目前任职丰腾集团研发部的创意总监郑琦担任其新的创意总监。柴瑞手机最近正积极的以开拓中国市场为目标。怎么回事啊？蟋蟀要离开风腾？我怎么完全没听说过呀？啊，那我以后岂不是再也见不到蟋蟀了？那我不是跟他完全没有希望了吗？喜喜啊，就算呢你在这间公司里面做到死，你跟蟋蟀也不会有任何可能。哎，什么意思啊你？现实点儿吧你。不过话说回来，之前柴瑞公司不是和福尔特手机公司是竞争对手吗？对啊。哎，珊珊，这下对方挖角的动作这么大，蟋蟀和大老板是不是真的翻脸了？我先去接个电话啊。喂，风月。珊珊是吗？哎，我知道现在不方便打给你，但我没别的办法呀。啊？我在公司楼下等你。你到底想要干嘛？这话应该我问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想要的做。你在这个时候逃跑，你个叛徒！你说话最好给我客气。我走了之后，你们怎么谈和解都没问题了。新品上市也可以如期，而我呢，眼不见为净，这样不好吗？现在照你这么说，你离开是为了集团好，是为了我好。我是为了大家都好。当初是谁劝我不和解的？我现在想放弃了，行不行？放弃就是叛徒。风腾，我拜托你搞清楚好不好？我这棋卖给你了，啊？当初跟你回国是帮你稳定集团地位，现在集团一切运行正常，我家人又在美国，我为什么不能回去？难道我就不能规划我的人生吗？你现在开始规划你的人生了。风腾，小心！别打了！我走。没事。这钥匙呢？在我上衣口袋。李叔，如果你不想让我走的话，我可以为了你留下来。你为什么老要把工作的事情跟私人的感情混在一块儿说呢？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城市还有没有我值得留恋的东西。你现在脑袋不清楚，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说好吗？珊珊，要不我先回去了，这边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珊珊。集团那么多女孩喜欢郑琦，是不是因为她活得潇洒又自在？你为什么这么问啊？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她。羡慕她？大老板，不会是羡慕她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吧？潇洒自在，
是我从出生的时候就不曾拥有的东西。我虽然看似拥有很多，但是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只有一条路，就是继承家业。别人可以因为工作不顺心、爱情不顺利，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我再苦、再难、再累，我都要待在22层。我没有退路。原来，平常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大老板，也有这么脆弱的一面。过去，我总觉得“高处不胜寒”这句话是拿来揶揄别人的。现在想来，是这么不胜唏嘘。风腾他其实很孤独的。来，牛肉面来了。哎，老板娘，你这个怎么这么多牛肉啊？是不是拿错了呀？没有没有，是之前你男朋友给了我的钱，说是加菜钱。这不，快到月底了，你呀最近来的比较少，我也不好意思，就一次给你补上了。谢谢老板娘。没关系，你慢吃啊。男朋友是风腾喽？早啊，晨晨。哎，雨农，能不能借用你的笔记本用一下啊？我前一阵子缺课，有好多东西我都还没弄懂。没问题，拿，谢谢。珊珊，你看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还跟我那么陌生。以后啊，如果你要请假，打电话给我啊，让你男朋友来给我拿笔记就行了。男朋友啊？他比我还忙。那么忙还抽空经常送你，好贴心的。啊？他已经好一阵子没有送我。不会吧？我刚刚还在路口看见他的。原来，不在一起的时候，你还都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我，是吗？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孤独，也没想过你的无从选择，没想过你必须周全，顾及每一个人。而你，日理万机的大老板，居然这样默默地一直在我身边。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听我在这里，挺好的。退右脚。没事。再来。退右脚。右脚。对不起。我忽然发现我自己是这么不了解你和你的世界。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蔓延。当你觉得害怕，有我挡在面前，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你有太多选择权的大老板，把我们之间的选择权给了我，至少我该选择面对的勇气吧。爱
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果然是良药苦口啊！虽然你跟我血型一样，但是你进公司是为了风月，不是知虚要给他献血的。但是你还依然为我献血。所以，我很想谢谢你。就为了这件事啊？我想你可能搞错了。我能进集团，不光只是为了风月，还有你。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得知你是因为无条件献血给风月，才引起了大老板的注意。可是风月小产的时候，我也献血给他了。大老板却只用支票就打发了我。年会让我跟他一起跳舞，问了他这件事，他说他不光只是为了风月，还是因为你，他才会重新招募员工的。哦，对了，听说你在员工旅游的时候扭伤脚了？因为我扭伤了脚，让风腾有危机意识，所以又招募更多熊毛血的员工。风月是风腾的妹妹也就算了，可是风腾当时却为了我。周小薇说，她被集团应征上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是真的吗？真的。那个时候你脚扭伤，我的心很慌，我才真正体会到爷爷当时为什么会安排熊猫血的员工在公司里边。你和风月都是我最重要的人，即使这个潜规则很过分，我只能这么做。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不要再为我做任何的努力和改变。我希望你永远是坐在阳台上，吃盒饭的那个薛石山。因为我爱的正是那个他。你怎么知道？以前每天我就在这里吃饭，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女孩闯进了我的阳台，我就看着她吃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有的时候看这个女孩笑，有的时候看着她哭，看着看着，
就看到我的心坎里。你这个偷窥狂，你不知道阳台很冷吗？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更贪心。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这个女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用隔着这个玻璃。于是我就把她找进来了。原来我吃饭的样子那么迷人呀，我都不知道呢。那以后啊，我们就在这儿吃饭。风腾，我可能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你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决定要跟我分手。你是方家的独子，又不考虑这些，不是太自私了吗？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只要我继续喂养你，你不可能生不了孩子。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吃饭吗？当然。不过可惜的是啊，以后没得偷窥了。就天天这样看我吗？哎，来，干杯！来，干杯！这比酒爽的是啥？就是看到有情人再次现身。来，干一个！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嘿，哪儿都有你。你再拿一瓶。去拿。哪儿有？拿。哎呀，今天珊珊挺能喝嘛。你可以喝酒吗？啊？我在家里怎么不能喝呀？对呀，在自己家里怎么不能喝呀？怎么着？你想挡酒？来啊，挡啊！哎，冯老板一会儿要开车回去，这酒他不能喝，我替他喝。干了啊！可以呀。你算哪根葱啊？来，吃披萨，吃披萨，还热着呢，来吃。吃，快吃，一会儿都凉了。喜欢吃吗？这什么时候还想吃这个？你懂什么呀你？冯老板，这是我写的一份企划书，您过目。啊，我等一下再看。哎，我这种虚拟货币呢，不同于以往的那种虚拟货币，我这可以在超市里兑换咖啡啊、食品什么的，还可以在淘宝网上购买商品。说话是不是刘刘？总之就是比现在市面上的游戏储值企图更实物化的虚拟货币。你说的我都知道了，我会谨慎评估。哎，北京有个公司问我要这企划案，我是说不给他就不给他。我觉得以丰腾集团这么强大的实力，一定会做得非常的完美。方老板，祝我们合作愉快。啊，不对，我姓李。拿了。那我赔一个吧。你赔什么呀你？有你什么事儿啊？哪儿都有你吃。那我喝饮料。
下电话。双怡，你别这样，是我让柳柳叫他过来的。刘成豪，你少说两句会死的。你懂什么呀？你脑子瓦塌了。我怎么了？我就多好的一个计划，说的怎么了？你说你知不知道男人和男人之间怎么谈生意的？啊，不就在酒足饭饱之间谈好的吗？尤成浩，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啊？哎呀，双怡，好了，吃吧。真糟糕，这阵子我不断偷偷回忆，我在这阳台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不雅的动作，或者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在阳台上说话，这里面真能听得到吗？听不到。不过我让琳达帮我请了一个唇语老师，专门针对你的碎碎念。那你现在会唇语啦？当然会，不过我只上了2节。后来你就被我搞定了。偷窥人还这么理直气壮，果然也只有大老板能做到。大老板，抱歉打扰您用餐时间，郑总监跟严总有个好消息要向您报告。让他们进来。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终于踩扁了比娜那只专利蟑螂了。我们的律师团队呢查到了比娜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在6年前呢，在西雅图向一个叫利奥的小伙子买了一台2手电脑，这个2手电脑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他的。利奥就是我的小表弟，住在西雅图。这个人拿到电脑之后，彻底还原了生活能量的原型，怪不得他能够这么了解郑琦呢。那当时你没有给电脑格式化吗？怎么可能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我表弟会把我的电脑给卖了，而且还卖给了一个数据还原高手。现在我们的律师团队已经对比娜提出了正式的诉讼，告他们妨害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的罪名。你说这世上有贼喊抓贼的人，还有贼喊抓贼的公司啊？眼镜，这一次我不接受比娜的任何和解，还有赔偿。我要跟他们打官司到底，让这些商业蛀虫彻底销声匿迹。好。恭喜你啊，齐帅，你终于沉冤得雪，真相大白啦！谢谢，也恭喜某些人终于可以破镜重圆，花好月圆了。哎，咱们最近开心事儿这么多，要不然好好庆祝一下吧？好啊。我哥怎么突然提议说要跳舞啊？高兴啊！咱们这次跟比娜的谈判算是彻底赢了一仗。你哥现在是爱情事业两得意，我看了都替他开心。哎呦，对不起，宝贝儿，轻点踩呀！舞太久不练了，武艺有点生疏。看来珊珊真的有偷学舞步哎，进步还不小呢。至少不是踩脚大王了。不过在我眼里啊，没有人跳舞比你好看。就你懂得哄女孩。我没有哄你啊，我说的可是实话。其实以前我真的挺傻的，总是特别拼命的努力为了某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我已经成了某个人心里的一块土。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跳舞，还要提议跳舞，你是不是也习惯让我出丑了啊？如果现在还说你不会跳舞的话，那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太不称职了？哦，原来你偷看我的短信了，舞蹈教室调课的短信。哎，堂堂的大 boss， 又是偷窥，又是唇语，又偷看人家的短信，啊，原来
风腾原来也有这么样的一面。薛珊珊，你竟然把我对你的关心说得这么难听，我不会让你得意忘形的。怎么样？现在就算拿了年终奖，也不会离职了吧？对不起，之前给你跟齐帅添麻烦了。其实，于公于私，我都觉得大哥是个完美的人。你看，在公司里他是个好老板，在家里他也是个好大哥。所以珊珊，我觉得他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爱人。之前我不知道他面对的孤单，但现在我知道了。虽然不能帮他承担什么，但至少他不再是一个人了。其实你在大哥身边，我和风月都特别放心，真的。哎，对了，下周有时间约你堂姐一块吃个饭吧。我堂姐？柳柳啊。游成浩给大哥的计划书啊，他也给我看了，很不错的构想。哎，严总，你别太认真了，真的没有必要特意约出来吃饭吗？虚拟货币嘛，我们还是好好研究一下。对了，约吃饭的时候呢，你先别跟游成浩讲，大哥想听听你堂姐的意思。这个企划书应该不是游成浩写的。啊，是我写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没有，企划书很吸引人，我很满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对于实现虚拟货币的运作有把握吗？理论上是有的，只要能够打开知名度，排除消费者的不安与顾虑。这种半货币式的概念是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的。不过事在人为，我担心游成浩不是真心想做好这个项目。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投资，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必须是你。我？不行不行，公司上面有那么多我的前辈。他们经验比我多，资历也很深，都会比我做得好的。这个企划案是你写的，我想对于细节来说，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没有人比你更懂游成浩。我想在你心里边，你应该清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一旦成功，便是你的成就，从此你的事业、你的人生，将会把握在你自己手里。我风月还有颜青，我们会以个人名义总共投资1000万。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我不在乎游成浩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他根本就不存在。1000万，这么多？好，我明白了。什么事啊？风腾，其实你没必要投资柳柳的。你不要因为我，不要因为柳柳是你堂姐，就扼杀这一次投资。啊？这个计划案我已经看过了，它能够把这么复杂的虚拟货币概念做得如此的深入浅出，而且风险评估做得也相当的完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不跟他合作，对于我风腾而言，也是损失。这个案子有这么厉害啊？但是，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啊？你、风月还有颜星，你们的钱怎么办啊？你知道，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相信你堂姐应该清楚。
可是清楚，也承担不起呀，1000万啊！但是这1000万可以改变他很多东西，可以让他摆脱他母亲还有尤承浩，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不是吗？你不会是为了这个吧？这只是附加价值。我是个商人，无利可图的事情我不做。可是，如果失败了，如果失败了，柳柳在他母亲还有尤承浩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他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应该知道这一次合作对于他来说有多重要。别担心了，如果那1000万赔了，然后呢？就拿你抵债。我这么值钱啊？我们家薛珊珊是个无价之宝啊，是不是？真的，凤腾真的这样说的？他很欣赏你的企划案，更是赞誉有加。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薛柳柳的人生里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大的贵人。我还一直以为我这辈子只能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又跳进尤承浩那个坑里，万劫不复了。唉，珊珊，谢谢你，你也是我的贵人啊！我又没出什么力，怎么能成你的贵人呢？是你本来就很优秀，很有能力，恭喜你！你要是不是认识风腾，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啊。反正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被尤承浩牵着鼻子走，我要为我自己走出一条崭新的路。我也要向风腾证明，他对我的赏识是正确的。柳柳，加油，加油！耶！加油！风腾说的对，快吃吧。看来柳柳也只能放手一搏了。快点了，追上喽！还要骑多久啊？快！骑不动了。今天心情也好，天气也好。对啊，最近都在忙比娜的案子，都没有时间好好的运动一下。你现在是标准的缺乏运动啊！再窝在家里面读 CBA， 我看你这体重会直线上升。加快啊！多运动对读书有好处。快！哎，这手机一直在响啊，你不看呢？别看，大周末的会是谁呀？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甭搭理。那要是公司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你还是看一下吧。看一下吧。谁呀？你小气人啊！啊。这个韩国女明星在上海啊。那另一条呢？另一条是谁啊？搞了半天，你家客厅的那个油画是何静送的。哎，为什么这个韩国女明星跟这个画家到现在还要用这种语气给你发信息呢？你没跟他们说你交女朋友了是吧？哪种语气啊？我们都只是普通朋友，这就偶尔联络一下而已，别太敏感了啊。大不了我回绝他们，我不见他们不就行了吗？对吧？我又没有不让你们见面，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是吗？那你为什么呀？你根本就没跟他们说你交女朋友了，我说的没错吧？不是，那你让我怎么说嘛，对不对？人家只是约我吃个饭而已啊，难道我要回绝人家说
对不起，我有女朋友了，我不去。搞不好人家根本就没这意思，你这样弄得我多奇怪呀，对不对？我知道，大家呢都不说破，相互之间方便搞点小暧昧，这样才不奇怪嘛。不是，哎。类型，也难怪丽叔会吃醋。人缘好，本身不是什么错。哦，我差点忘了，原来某人也是天生人缘好的类型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那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你想问什么？你过去的罗曼史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个不能问。那怎么能行呢？你看你之前隐瞒丽叔的事情，害得我们差点分手了。从现在开始，诚实为上上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快说嘛！我交过2个女朋友，上一任是在美国认识的。但是后来爷爷去世了以后，我要回来掌管整个集团，我们就分手了。那是你提的吗？他提的。他不喜欢这种跨国恋爱。那叫什么呀？什么背景啊？他叫同学，是同生集团的千金，我大学时的学妹。哦，算了，哎，当我没问。原来又是常春藤同学会的一员。那第一任呢？叫王品若。王品若，名字听起来好熟悉啊！王品若，该不会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拿了很多奖的影后。影后。大老板，王品若哎。他竟然跟一个影后分手，然后流落至此，跟一个薛珊珊在一起呀！怎么了？后悔问了？我后悔什么呀？我又什么都没说。哎，我要去念书了。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那你呢？我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你是我的初恋情侣。那你有没有过暗恋的对象呢？除了郑琪以外。你怎么就不问问有没有人暗恋我呢？为什么还加一句除了郑琪之外呀？因为那是迷恋。那要是迷恋的话，那全都是迷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没事了，学习吧。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你为什么不问有没有人暗恋我呢？我不感兴趣。哎，你别去！你怎么就不问呢？
是清白的啊，我从来没有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红杏出墙。字写的还不错，给不知芳名的你。他不知道你的名字？当然不知道啦，我从来没跟别的男人说话过。那你怎么知道是写给你的？他就夹在我的课本里啊。就写了1张。连1张都还没收过呢。你想要怎么处理？我就当没收到。经验告诉我，如果你用这种处理的方式的话，接下来你会收到源源不断的情书。哦，你看你满口经验谈，你原来肯定收过源源不断的情书吧？算了，当我没说。明天就去回去调那个王小明。对了，说了算。你顺便呢，可以帮我问他一下，他到底是喜欢你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那个，我就是顺便问一下哈，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感觉呀？什么感觉？是啊是啊，以前不是还有人说不相信会有人写情书给我吗？结果呢，你看，这封情书就出现了。说说嘛，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我的珊珊长大了。喂，我是女朋友哎，女朋友。你这个无家有女初长成的表情是几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只属于我风腾。第2大题的其特征包括：负债呢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负债必须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这是负债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中呢，现实义务是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这里所指的义务可以是法定义务。你是王小明同学吧？是啊，我是。你有什么事吗？那个，你给我的信，我都看到了。什么信？就是你夹在我课本里的信。啊？这个。这封信怎么会在你手里啊？啊？发那么多省略号什么意思？解决了？就是一言难尽的意思呗。那天我在走廊上把他拦住，问他这是你给我的情书吗？他说这封信是给，反正不是给你的。可这是放在我课本里的呀。才不是。这么一说，我对你有点印象了。你是坐在他旁边的吧？我记得我是把信放在他课本底下的，并没有放在他课本里啊。总归一句话，这情书完全就是个误会。他是写给坐在我隔壁的女农的，不是写给我的。怎么了？是个误会，你不开心？
不是啦，是我觉得那个人太过分了，明明是他自己放错了还不承认，还说我什么乱拿别人情书借故搭讪，他有没有搞错啊？我拿别人情书干什么呀？还偏偏一口咬定说是看着座位放的，我觉得他应该去配副眼镜了。等等，你刚说他是按照座位放的？是啊。而且，他是把情书放在书底下，而不是夹在书里边。是啊。轩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那个同学没有说谎的话，那就是你隔壁的同学放到你书里边的？不会吧？米龙他不要，他扔掉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放在我书里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谁啊？米龙。接。喂，米龙。是啊，我男朋友过来接我了，还没走，就在马路对面的咖啡厅。啊？真的是你放的？为什么呀？哦，是这样啊。没事，不用麻烦了。啊，你过来了？他过来了，他说要跟我道歉。也好，正好我也听听。那个珊珊啊，这就是你男朋友啊？是啊。你好，我是珊珊的同学，我叫俞敏龙。你好。珊珊，听说你还信的时候还挨骂了，不会生我的气吧？我真的不知道他那封信是给我的，因为我们也不是很熟，话都没有说过几句。我认为是你们俩比较熟呀，所以以为他认错了人，才把信放到你书里的。我什么时候跟他熟了？不是，我说错话了。其实你们也没有很熟。我是不是听错了？薛珊珊，那封信是怎么回事？珊珊，对不起啊，那个，原来你还没有说，我不是故意的。真是人才啊！拒绝了别人的心意，还同时能下绊子制造误会。你念什么 CPA 呀？北影中戏才是你的归宿吧？还有大老板也是，捉弄别人的坏毛病又发作了。那个敏龙啊，我跟我男朋友还有些误会要解释一下。有吗？有啊。要不这样吧，我请你们吃晚饭，就当我赔罪，怎么样？不用了。不吃吗？不吃啊。我们先走啦。祝你和汪小明有情人终成眷属。兆丰影蝶，是你太欠缺危机意识了。那个是你男朋友吧？开跑车，来头肯定不小。今天来那么早，你男朋友送你来的？哼，真是惯常乌龟呀！谁啊？俞敏龙啊！我都跟他说了你是卖二手车的了，怎么人家还对你感兴趣呢？你说我是干嘛的？上课都能上出个情理来，哼，不上了。
真的不上了？不上了。哎呀，看来之前我是用错方法了。